原本宣布不买枭龙战机的阿根廷突然表示，不但讨论买枭龙，还要买中国的装甲车。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在购买战机一事上，阿根廷和土耳其可谓是卧龙凤雏。土耳其想要采购战机，却多次被美国耍，每次谈好的合同却被美国坐地起价给破坏，气得土耳其说大不了不买美国的战机，中国的也能买。阿根廷也是多次放出消息要采购枭龙战机，但又多次取消，给出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像我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研发的枭龙战机，阿根廷多次传出消息说是要采购这款战机，但是后来却说阿根廷现在要把钱用在更应该用的地方，所以不会采购任何国家的战机。但阿根廷这话刚说完，转手就去和其他国家商量 F-16 战机的采购事宜了，说是因为美国的压迫才不得不取消对中国战机的购买。而阿根廷官方日前再次放出消息，说是要采购枭龙战机。据悉，这次阿根廷驻华大使和阿根廷国防部长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了工作会议，共同推进在国防领域上和中国的合作计划。在这次的会谈中，阿根廷驻华大使分析了采购枭龙战机的可能性，并表示我国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 8x8 装甲车也有一定的采购需求。而阿根廷国防部长则讨论了中阿两国之间国防大学合作交流，双方军事人员交流，维护和平学术和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听这话的意思是，阿根廷不光是要购买枭龙战机，连我国生产的装甲车也要买。这也让大家很好奇，阿根廷怎么突然就这么大方了？之前买个枭龙战机都拖拖拉拉的，现在不但要买枭龙，连我国的装甲车都要买。其实在关于阿根廷采购我国战机的问题上，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阿根廷的财政状况，毕竟如果阿根廷的经济不行的话，就算阿根廷想买也没钱买。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国的态度了。早前阿根廷传出要采购我国战机的时候，美国就发出了警告，如果敢采购我国战机的话，那么美国将会采取相应报复措施，让阿根廷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去年珠海航展之后，阿根廷就对枭龙战机十分感兴趣，甚至专门派了空军代表团来中国对这款战机进行考察。并且阿根廷不仅仅是想采购战机这么简单，而是想成为在南美地区的代理，像巴基斯坦那样负责枭龙战机的组装事宜。出售一架枭龙战机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带动阿根廷相关领域就业发展。但就是这么件几乎板上钉钉的事却不了了之。阿根廷转手说要去采购美制的二手 F-16 战机，就是因为有着美国的制裁。阿根廷购买战机除了是为了替换掉自家空军的老旧战机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夺回马岛。而现在马岛被英国掌控在手中，一旦谁同意将战机卖给阿根廷了，就等于是和英国对着干。而英国又是美国对抗中国的盟友，所以为了能够让英国能够帮自己对付中国，美国就施加压力，让阿根廷不能买中国战机，只能买二手的 F-16 战机。虽然二手的 F-16 战机性能也不差，但毕竟是美国货。身为美国核心盟友的英国，对这款战机的各方面性能和弱点都很了解，因此即便是阿根廷有了新战机也无所谓，无法对英国控制的马岛造成太大的威胁。而现在阿根廷突然又表示要购买枭龙战机，和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也有很大关系。借着俄乌冲突，美国把西方国家的血狠狠吸了一遍，这让这些西方国家对美国都有些不满了。另一边，中东地区的两个石油大国沙特和伊朗也恢复了外交关系，双方在中国的调和下，从世仇变成了合作伙伴。这让阿根廷看到了另一种出路，或许可以选择不和美国一起干，跟着中国。和中国合作不仅不用担心有什么陷阱，
还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好处。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之后，阿根廷也有意和中国合作，采购枭龙战机不说，还打算采购装甲车。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的会谈中，双方只是商讨了关于采购这一事项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呢？想买，但可能没有钱。如果中国可以给出更多的优惠，说不定这个可能就变成了确定。因此，对于这个采购，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拉扯消磨。